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前不久 Hot Toys 公司出货的这一款星际宝贝实地展可动外星人偶啊，这样说比较严谨一点，对不对？这一款说实话啊，之前争议非常高，但是在我打开包装了以后，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让我心情很愉悦、很哇塞的一个作品。今天咱们就来盘一盘它啊。首先，咱们把主体已经拿出来了，因为它这一个如果想要单独的去站立的话，比较难啊，因为它的头很重，所以只能把支架拿出来给它夹住，才能把玩。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主体啊，它的尺寸还是非常大的。如果你不算耳朵咱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度就要达到42厘米。如果你要算上耳朵这个高度，再算上地台，好家伙，它得来到53到54厘米，这你受得了吗？宽度我们直接以耳朵来算的话，就来看一下，大概在40左右而且整个的主体很重很有分量。然后它身上的这个毛摸上去很舒服，很有质感就是唯一的一个小毛病它会掉毛掉的呢还有点小，有点多不是非常少的那一种然后整个的耳朵虽然说它是有可动的，但是是一个很硬不是一个像软胶件可以随意去捏的那一种它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好，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造型我们来跟后面的这个包装做一下对比因为后面的这个包装它是电影当中的一个样子咱们来稍微对比一下。怎么说呢？你要说完全9分像或者是10分，这确实很有难度首先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它的鼻子这里的这个颜色，对不对？跟我们这个产品就稍微有一些区别。然后整体的这个深色度整个的颜色也稍微有一些的这个差距但是这种东西本来就很难做的让大家完美嘛，这种本来就是 CG 的，又不是现实当中真实有的，对吧？然后这一次出货前比较争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手，来看一下这个手出货了以后还是改过的，虽然说也是毛茸茸的，但是跟主体上的这个毛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摸上去我也说不出来这是什么质感反正还是有区别的，肉眼看也是能看得出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改完出货，在我心中还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作品，非常不错，就是确实很难站立好了，我们现在就来玩一下它首先我们拿到手上以后，可以看一下它的可动，而且我这次觉得是非常不错的整个眼睛我们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它，这里可能看不大清楚来看看眼球里面它是有涂装细节的做的还是非常细的不是直接给你一个黑色的这个瞳孔给它安上去就对了，对吧？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来看一下外围鼻子虽然说是一个塑料但是它这个涂装还是可以的。如果我觉得这个鼻子能做成那种软绵绵的那一种我觉得会更加的加分一点。然后嘴巴它是可以去可动的，咱们来看一下，自己去掰，可动幅度还是很大，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它的舌头的这个细节哎呀，咱们来看看舌头，包括上颚，整个涂装都非常细，牙齿也是做的非常不错咱们来看一下剧中的这个造型，我觉得还原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张开嘴巴以后更加的可爱咱们再去给它合上，整体的感觉很舒服。然后头部它这个头部的可动也是无敌，实际上360度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头确实很重你可以看一下，轻轻的一碰它就往下倒了
这一点比较可惜，但是太沉了啊！我觉得时间长了，不知道这非常小的一个支架，脖子的这里一个支架啊，摸得出来很小，我觉得可以稍微做的粗一点啊。这个时间长了，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越来越松，这一点还有待考量啊。然后上半身咱们再来看一下背后，背后的这个涂装，我觉得也是做的还是可以的，还原度还是不错。主要是它这一身毛啊，包括尾巴确实做的很好。手跟脚的这个毛绒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所以稍微看上去会有一些不同。好，然后再转过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上半身的其他的一些可动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地上啊，看到我玩了以后这些毛，它这个毛是从哪里掉的？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不是从主体身上，而是从这里手上跟脚上去掉的这些掉的非常多啊。把玩的时候，所以你看我觉得不能过度把玩，我会把它给摸的秃噜了。好，然后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耳朵。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耳朵，来，稍微上抬一下啊，上最高能抬到这里，然后还可以往下，看还可以展成这样，这样的话它整体的宽度会更加的那个夸张一点啊。然后耳朵还可以360度的旋转但是旋转的时候比较紧啊。再来看一下，哎呦，把玩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太猛啊，慢慢来。然后再去给它往后一点点。有没有这个造型是我最喜欢的，非常可爱啊！我的天哪，猛男落泪，兄弟们，我们猛男落泪啊，太可爱了！稍微张一点小嘴巴，头，而且可以侧头，看到吧？没问题。再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抬头幅度，挺高的。低头更加不得了啊！咱们来看看一个极限，可以躺着了。哇，这个头部可动也是很牛逼。然后耳朵咱们就先把它这样了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半身。下半身首先当然是手型手型在动的时候需要把耳朵还是给还原上去。还原的时候也得当心，因为它这个确实特别直。把玩的时候当心，如果你是就是顺时针给它拧过来的，那你就按之前的这个方向再给它还原上去。好，真的还原。太紧了。如果你感觉像我这样，如果你感觉拧到这里拧不动了，那可能就是你拧反咱们再给它重新往回这样就可以了。确实需要用一点力气，不然的话它转不回去肚子上的毛你可以自己用梳子去重新打理一下。然后手部来看一下，抬手，哇，抬手的幅度很高，而且手臂的这个支撑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结实了。小起飞然后手臂往前，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差不多。手肘里面是一个齿轮关节，差不多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基础的一些造型都是没有毛病的。往后也有10度，阻尼感很强整个素体的这个质感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就是胸腰可动，咱们来看一下。好家伙，胸腰可动，低腰的这个幅度非常大这个因为是毛茸茸的，可能是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自己如果有的话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往后幅度也有，但不是很大。箱子掉下去。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下方来看一下它的腿部可动。腿部可动，首先来看一下脚掌，能旋转，左右也有幅度，看到吧？前后也有，
而且关节非常紧。然后到了这里，整个腿部，说明书上实际上也有啊，它幅度还是非常大的。首先一个侧踢啊，前踢，小肉垫也有刻画，后踢来看一下，哇，这可动，我觉得是不只是及格了啊，8分的作品，可动也是非常不错，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款史力展啊，它唯一的一些小问题，我就觉得先是掉毛，对不对？掉的非常严重，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头太重了啊，它的支撑关节太小啊，这一点比较可惜。其他的这个主体，我觉得没毛病啊，在我个人眼里，它是非常好的，非常可爱。还原度虽然说不能说100%，但在我这里也是8、9分的一个作品，非常不错。好了，主体咱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就来瞧一瞧它的包装跟配件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好了，兄弟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外包装啊，非常的大，真的是让我很吃惊啊！可以看一下镜头，我这个镜头根本放不下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高度，本次的箱子的高度高达60厘米，宽度，好家伙，45，不得了啊！你这个东西盒子放家里都，然后看一下深度24，这个很夸张啊。然后咱们看一下正面的话，就是咱们史迪仔的一个造型啊，这个应该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造型，上面有迪士尼的 logo 啊，非常可爱啊。好，咱们再来看一下背面啊，背面的话呢，就是一些厂家啊，然后这边会有史迪仔的2个造型，很可爱。好，我们现在就来打开看一下啊。抽开，里面不知道这个包装是怎么样的。哎呦，有一张峰会纸啊，戴着眼镜，这个应该是咱们玩具主体的一个样子了啊，不是电影当中的形象了，真可爱啊。好，我们把这个放一边。然后咱们来抽出，我靠，有点重啊，我只能倒出来了，倒出来大家看一下，嘿嘿，可爱的小宝贝儿，我去，太大了吧！我靠，这毛茸茸的史迪仔，包括这个手型配件啊，眼镜一览无遗都在里面。这个有没有支架我就不知道了啊。然后这边就是它的说明书。好了 ，OK， 包装方面就是这样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啊，都有些什么好玩的，特别是这个手型，经过了好几次的修改，这次的大货究竟质感如何？我们来瞧一瞧吧。好了，配件，咱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说明书啊，来瞧一瞧，看一看。首先一些注意事项啊，它的替换手的这个爪子，然后头上的小呆毛，然后这里一些可动的重要事项啊，它里面的这个关节一节一节的啊，所以如果掰不动，千万不要硬掰啊，当心点。好，然后这里就是具体的一个嘴部可动跟头部可动，最好是按照它的来。虽然说它的可动比说明书上还要再大一点点，但是不大建议强硬操作啊。然后耳朵，一个可动范围，手可动，腿的一个可动，脚的一个可动啊。然后这边就是它的配件啊，这个眼镜，看到吧？怎么去使用？然后这边一个小花环装卸，然后这边一个游泳手圈啊，实际上不用把手型拆下来也能装得上去。最后就是一个支架安装，这个支架实际上不是特别的稳啊。好，配件就这些，然后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这一副
非常标志性的这副小眼镜，哎，可以真的折叠，实际上你自己也能戴。这个是真人尺寸的哦。虽然说做工呢稍微糙了一点，特别是涂装啊，但是总归是不错的一个东西啊。咱们来象征性的放一下啊，象征性的放一下。你可以戴着，对，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好看啊。它标准呢还是给它架在上面，架在上面去展示，我觉得还是更加可爱一点点啊。然后，小花环这个材料摸上去更舒服啊，我觉得比主体上的毛还要舒服。然后这里是2个小卡扣，看到吧？好，咱们来给它象征性的围一下啊。后面就不扣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可以自己去调节一下，我觉得这个装上去也是挺可爱的，对吧？好，然后刚刚咱们看到的这2个手臂的游泳圈，摸上去还是真实材料，真有点那种游泳圈这种感觉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手型实际上不用去拆下来，我就怕它倒了，慢慢的，这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不套上去了吗？对吧？很方便，对吧？就这样套上去了以后，我感觉套上去了这造型一般吧啊。但是呢，建议还是去穿进去的时候当心这些爪子，锋利的爪子去勾坏它啊。所以官方的介绍呢，就是需要你去给它拆下来，这样比较安全一点点啊，因为这个皮比较薄。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手型，手型呢给的我觉得还算是多啊。首先一对造型手啊，装上去了以后就会这样，里面小肉垫啊，就是这个掉毛太猛了啊，开模实际上不是特别的尖锐，没什么大问题啊。手指都是不能动的，不是软胶，全是硬胶啊。这掉毛，我的妈，掉的真多。然后一个笔叶的一个造型手啊，这个非常可爱，我也很喜欢。好，然后这边又是一对左右造型手，小爪子，这个手型替换，我觉得我刚刚试了一下啊，稍微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啊，有点紧啊，需要点耐心。肉垫涂装都是不错的，虽然说它不是软绵绵的啊，都是硬胶。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给拿下来。等掉了啊，头上这个小带毛可以自己去理一下，但是你可以看到看到吗？太容易掉了，这是掉毛神器。好，然后我们把史迪仔慢慢的放一边，最后的一个配件就是它的支架。这种拖裆支架我真的是头一次见啊，兄弟们，真的不稳啊！我觉得它要再做的长一点才行，这个拖上去不是特别稳定啊。然后给了一个圆形小地台啊，上面有史迪仔的这个名字，还是可以的，这个也不需要场景地台，有它一个就够了。我觉得这玩意平时如果是女生的话，也不会放在柜子里啊，经常拿出来应该会把玩，或者是放在床边啊、客厅啊，真的当一个玩偶，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这东西很可爱。好，我们再把它拿上来，好嘞 ，OK。本期的这个老李头开箱把玩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我觉得这一款史迪仔，怎么说呢？因为我比较喜欢可爱的东西啊，跟一般的玩家可能会有些不同，审美呢，或者是喜欢的东西都是对吧？了解我的兄弟都知道，所以这一款在我眼里是非常不错的东西，而且现在二级市场它竟然还涨了，这个价格我听说是1600多都可以秒出。主要是货还没有出完，我觉得真的很喜欢这个，或者想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想买一个的话，对不对？而且马上就要到情人节了，如果手上米足够的，咬咬牙买个现货也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急，或者是想自己收藏，我个人建议呢，可以等到年后货全部出完了以后，价格稳定了，咱们再去买。虽然说这个预定量的这个单子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比较少的，但是毕竟这个产品没有那么的大众还是偏女生会比较喜欢的这种东西，对吧？所以就看各位自己斟酌了。
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 Hot Toys 出品的这一款史迪仔，咱们就把玩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